据环球网等多家媒体11月11日报道，正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突然传来一则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那就是中国特使摁头，让美国放下成见，与中国一起发布联合宣言，承诺将共同联手组建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特别工作组，推动有效的强化气候行动，联手应对气候危机，并且将巴黎协定继续加强实施。这则消息的传出，让不少人终于有了尘埃落定的感觉。毕竟一直以来，美国就对各种中国呼吁双方进行合作一事视而不见，一心一意地针对中国各种搞事情。就算寥寥几次美国主动寻求中国合作，却同样因为美国企图空手套白狼，一步不肯退让的行为，也都以失败告终。如今这次中美终于达成一致，不得不说，中国特使强大的摁头功夫功不可没。这一点从特使此前强势回怼美国记者，让其用中文问问题一举就能看出来。那么话再说回来，这次美国被按停了继续作妖，中美终于达成一致的信息代表了什么呢？其一就是美国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抗争了。说实话，气候问题事关人类生存，当年美国一言不合退出巴黎协定，以至于让气候问题被解决的时间直接拖后了至少5年时间，这就已经让很多国家对美国有所怨言了。平时不说气候就算了，一说起气候，美国就真的是人人喊打了。其二，中国越来越强势，在国际社会上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俗话说得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国强势了，美国弱势了，在必要领域合作就成了必然的事实。要知道，这次联合声明中不仅明确了双方要进行的合作领域，同时也明确了必须要达到的责任和义务。例如，争取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之下，力争在1.5摄氏度，以及双方在回到2025年之前，每年集体动员1000亿美元的韧性融资，帮助中小发展中国家完成减排、清洁能源革命等。值得一提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中美达成一致，其实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也同样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例如，向全球经济释放积极信号。要知道，中美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的经济体，气候问题又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一旦中美在该项目中达成合作，那么所达成的成就绝对不会只是1+1=2这样简单，而且有中国在其中，这个项目也必将能够更快地达到目标。这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最后再提一点看法，那就是美国这回可以说是输得很惨，毕竟美国一直打压中国，搞遏制对抗那一套，追根究底就是害怕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大转变。然而时代转型、技术更新是时代发展的必经之路，美国想要以一己之力撼动历史进程，是根本不可能达成的一件事。长期以来，国外媒体就喜欢对我军的装备数量以及质量先进的各种反舰导弹进行渲染，妄图以此来构建中国威胁说，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炒作一次。这不，继先前炒作的沙漠地区核弹井，时间才过去不到半年，在本月8号，美媒又再次炒作称，中国正使用反舰导弹攻击沙漠中的模拟美军航母。本以为这件事情过个几天，等热度过去了，也就没人当回事了。可没成想，炒作一次还不够，美媒现在开始连续恶意炒作。美国海军学会网站在11月9号表示，在中国西部发现了第2艘美航母。对于这一说法，美媒言之凿凿，甚至还表示发现的航母标靶有些破损，疑似被解放军模拟打击过。不出意外的话，最近一段时间里面，西方媒体将就这些发现的航空母舰标靶为材料，大肆渲染一波中国威胁说。需要注意的是，以美媒为代表的西方媒体越炒作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威慑能力这一话题，就越能说明西方国家不怀好意的双重标准。就比方说，此前英国媒体所炒作的我们仅仅是试验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都要被他们说成是在试验核武器。要是不让他们说吧，人家还指责你罔顾人权，没有言论自由。更何况，不管设立的标靶是为了研发反舰弹道导弹，还是为了试验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这些都是为了海域防御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只要美军的战舰不是进入到中国的敏感海域，且美国不发表一些有关于中国争议海域的错误言论，那么就算解放军现在在用反舰导弹炸航母，他们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总之，既然美国舆论担心解放军的反舰能力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完全摧毁其利用海军优势侵犯中国的企图，那就说明我们现在是在做对的事儿。本来中国无意在台海上采取军事行动，至少现在还没有充足的条件让中国这样做。可一旦现状被打破，就比方说
美军准备好进行军事干预，试图用战争来阻止中国崛起的话，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中国肯定会有所准备。因此，建立美军航母和驱逐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标靶，以测试解放军的东风26和东风21D 弹道导弹，是一件完全合乎情理的事情。可是，美国在近段时间以来，除了一直炒作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建造新的核弹发射井外，现在又说我们在沙漠上建立了美军航母的标靶。对于这种舆论，假如中国不做回应默认的话，那就等于是促使美方进行中国威胁说的宣传，可一一否认吧，又会削弱我们的战略威慑。不得不说，美国人这种无耻的行为，成为了我们当下在舆论应对方面一个急需探索的新课题。要问11月11日是什么日子，很多人都会说购物节，也有人会说是光棍节。但对于我们的人民空军来说，11月11日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因为正是在72年前的这一天，我们的人民空军诞生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铭记的日子。今年11月11日是我们人民空军的72岁生日。就在这光荣的日子到来之际，一部为空军庆生的宣传片《天空之上》点燃了大家的激情。一系列的重磅好消息不断对外公布，展现了近几十年来我们人民空军建设的新成就，以及立志成为世界一流空军的雄心。近段时间，我国轰 6K 绕宝岛巡航、歼16霸气驱离美军机、隐身舰载机歼35完成首飞，以及歼16D投入实战化训练等一系列好消息频传。在外界看来，中国空军已经渐渐地追赶上了美军的脚步，这让美军感到很大的紧迫感，非常难受，甚至提前公布了他们的6代机计划。就在大家欢庆空军72岁生日之际，中国空军又有一条劲爆的消息传出，这一下美军又要难受了。据解放军报报道，中国空军新型无人机无侦7飞机已经全面投入了实战化训练。可能很多人对无侦7这款飞机不是很了解，这么说吧，你可以将它看成我们中国的全球鹰无人机。美军的 RQ-4 全球鹰在中东等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隐约有着全球无人侦察机王者的称号。而我们这款无侦7就是跟美军全球鹰同类型的产品，在今年的珠海航展中首次公开对外亮相，没想到才过去1个多月，就已经全面投入实战化训练了。这次无侦机投入实战化训练的意义非凡，在现代战争中，无人机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对敌侦察和情报收集的过程中，无人机的优势更加明显。美军全球鹰为什么会那么出名？就是因为它在几次军事行动中表现亮眼，才成为人们眼中的宠儿。而随着我军无侦机的服役之后，全球鹰的霸主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有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无侦机投入实战化训练，补缺了我军在高空侦察机方面的一大短板。回首人民空军走过的这72个春秋，从刚开始的积贫积弱到现在跨入战略空军的门槛，这中间有多少艰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所以希望大家记住，11月11日不仅仅是购物狂欢节和光棍节，并且是我们人民空军的诞生日。让我们由衷地对我们的人民空军说一句生日快乐！我们的空军成为世界一流空军的愿望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一直以来，印度在南亚都以霸主自居，不是在克什米尔搞点事，就是在拉达克搞点事，总觉得自己走上亚洲之巅，甚至世界之巅呢。然而有句话是说，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最近印度的好时候就来了，先是自己渔船在阿拉伯海被巴基斯坦开火攻击，后又接连遭遇2个打击，还都和中国有关。先从巴铁开火攻击印度渔船说起。日前，环球网发布了一条消息，巴基斯坦海事安全局下属部队在阿拉伯海上向一艘印度渔船开火了，并且造成了船上其中2名印度渔民1死1伤。不得不说，勇还是巴铁勇，因为根据巴方公布的事件经过来看，这件事纯属印度自作自受。真以为巴基斯坦不敢攻击，结果却没想到终究是用生命验证了巴基斯坦说到做到的事实了。据悉，这次事件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印度这艘渔船擅自闯入了巴基斯坦的领海。注意，这里是领海，不是专属经济区，也就是说，印度渔船已经进入了巴基斯坦的境内了。对此，巴基斯坦自然要驱逐的了。结果，不管巴基斯坦是在怎么口头警告，还是明枪警告，这艘渔船都没有停下来。于是，巴基斯坦就开火了。
毕竟巴基斯坦方面也说了，自己的海域上常年遭受着印度一些非法组织的骚扰，因此才会导致开火攻击后，印度渔船上其中2名渔民的一死一伤。说实话，这件事只能说是印度自作自受。然而，谁都没想到这件事完了之后，印度又接连碰上中国的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中国和巴基斯坦海上安全局举办了首次视频会晤，双方深入交换了一下共同关心的话题，并且达成了更多的海上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而努力。这或许是巧合，但就像分析人士说的一样，在这种关键时刻，特别还是巴基斯坦刚说了自己海域上方经常被骚扰之后，这有很大的可能是在警告印度那蠢蠢欲动的小心思。第二个动作，在印度和巴基斯坦2个只隔了1天举办的阿富汗安全问题会议之间，选择了巴基斯坦，拒绝了印度。不得不说，中国选择巴基斯坦是完全不会令人意外的，毕竟作为中国的好朋友，巴基斯坦能和印度一样吗？就印度多年以来在周边区域做下的种种事迹，以及这次对阿富汗虎视眈眈的野心，别说中国了，就是美国都看不上，所以这次也没有参加印度举办的会议。对此，印度还是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吧。